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2026年的7月22号，让我们的讲师郑君远已经来到线上，我们直接邀请君远来为大家做开讲。好，君远，麻烦你喽。好，那各位团长、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郑君元。那我来自新竹市三丰富士童军团跟师大罗浮群。好，那我这边简单做一下我的自我介绍。目前我是登记在新竹市的三丰那边，但是目前的话来说，我的活动主要都在师大罗浮群这边来去做活动。那我现在处于一个大四毕业的阶段，然后 LNT 的经验的话，我目前是 Master HK 的，也就是现在的 L2。那后面的改制说明的话，我最后面会再跟大家做解释跟说明。那 LNT 的教练的部分，我担任过几次的协同教练跟主教练。那我后面也会透过照片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介绍跟说明，就是说如何把 LNT 的一些准则跟课程融入在我们的一些户外活动中，或者甚至是我的课程当中。好，那简介一下，就是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听过，那我稍微带过一下就好。就是Live No Trace 它其实是一种伦理，它不是一种法律规定，它是一种户外伦理，它没有强制性，就是真的是从各位的心理的那种标准来去做判断的。那它主要是促进户外保护的一种道德规范。那它是源自于20世纪的美国，那它是为了因应就是野外活动、休闲活动造成的破坏而去发起的一种运动。那在1994年呢，非营利的无痕山林运动中心成立，那它旨在围绕无痕山林的运动来去创建这个教育的资源。那台湾则是从2006年开始正式推广，由林务局来导入这样子。好，那其他准则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了，那我这边也稍微讲一下，就是包括1事前充分的规划与准备，2在可承受地面行走与宿营，3适当处理废弃物，然后4保持环境原有风貌，5降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6尊重野生动植物，跟7考量其他使用者。那大家可能会看，可能对于这些名词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可能是因为翻译的关系，那各个版本或者是各个网页都会有些不同，但其实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好。那其实在无痕山林的7大准则方面呢，还有分很多不同版本，那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通俗的版本。那它可能还有分野外版、都市版、打猎版、海洋版等等之类的很多不同的版本，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去做搜寻跟查询这样子。好，那第一个事前充分规划与准备的话，就包括天气啊、装备、路线、路况等等，可能都需要做一些评估。好，那在第二个部分，就是可承受地面行走与宿营的话，就是我们要在可以承受的地面，比如说岩石、砾石或沙地等等地方来去做行走跟扎营的动作。我们尽量避免来去开拓出新的路段或者新的路线，或者是开辟新的营地来去对那个地方造成最大的破坏。不好意思，因为无痕山林最大的目的是在于说降低对环境的冲击，所以如何做到对环境最低的冲击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好，那这边是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路线跟不同的路段这样子。大家会看到，左边这张照片是百岳，那百岳上面之所以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路线，主要是因为人去踏出来的。原本应该只有一条路线而已，那可能会因为人的走动或者是可能没有按照原本的路线走，去跨出其他路线，而导致说会有其他的路线出现，然后导致当地的水土流失，然后造成那个冲石沟的出现。那冲石沟会出现，就是因为人走过去的时候，脚带走了泥沙，然后造成那些地质的破坏，然后再加上雨水或者是天气的一些冲刷等等的，那冲石沟就越来越低，越来越深，甚至会比人还要高。那这个其实对环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好，那第3个适当处理废弃物，宗旨就是带什么上山就带什么下山。那包括水果和厨余等等的，我们大家可能觉得可以很容易分解的一些物品，都尽量要带下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先讲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是高山的话，因为高山的氧气浓度比较低，那它分解速度很慢，所以水果跟厨余到丢在那边的话，会造成当地环境的破坏。那如果是中低海拔的话，虽然说它分解的速度相对于高山来说快很多，但是因为中低海拔是生物的一个好发地区，所以如果你把水果跟厨余丢在那边的话，除了
造成当地环境破坏之外，你还会影响到当地动植物的一些生长习性，或者是它们本来的栖地被破坏等等之类的，那可能会造成当地的污染。那我们在都市很常见的洗碗巾、牙膏等等的，其实在野外尽量避免，就是用清水来去代替这样子。好，那第4个就是保持环境原有风貌，就是不采摘、不捡拾。我们可以用拍照或者是画画的方式来去代替，避免来去触碰的是去采摘之类的。我们用观察来去代替。那它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就是说物归原处，然后不要留痕迹。那有个很重要的就是避免引入非当地的原生物种，像是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外来种也是同样的概念。那在高山上面，就是在高山上面这种地质比较脆弱、比较薄弱的环境的时候，如果你又引入了当地的原生物种的话，那当地的环境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破坏。那可能有些人会带你的宠物啊，或者是带你的养的一些昆虫之类的到户外去。那这个其实也尽量避免，因为当你的比如说你饲养的狗猫之类的进到野外的时候，第一个有可能会吓到原本居住在那边的野生动植物。再来第二个是你不确定你的狗或者是猫身上有没有带有什么疾病，或者是带有什么病原菌之类的，带到当地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原生物种。那还有个风险是，如果当地原生物种本身就带有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病原菌的话，你的饲养的宠物或者是昆虫也可能因此受影响，所以尽量也是避免这种行为出现。好，那第5个就是降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因为火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可逆性非常非常低，基本上等于0。那所以它的时效非常长，而且难以复原。那尽量携带便携式的炉具或者是银灯等等装备来去做使用。那如果真的非不得已，比如说求生用啊，或者是以失温等等的状况，那就以现有的环境，比如说当地可能有引火堆来去用，或者是当地已经有烧过的那种黑色痕迹，就在上面做使用，而去避免扩大你的引火圈，来去造成更大面积的破坏。那木头的话，我们在童军运动里面可能很常教到打水冷静，就是要灭迹嘛，就是有把火打散，然后浇水之类的。但是打散浇水之后会留下很难处理的那个黑色的余烬，那这个对当地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就是让木头烧到灰烬，就是真的是烧到只剩下灰烬，而非那种黑色的木炭余烬。那平均散布冷却后的灰烬就可以把它就是平均散布在当地环境，或者是把它带走这样。好，再来第6个就是尊重野生动植物。那后面这部分我也会用一些实例来去跟大家做解释。那这边简单来说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我们其实有个叫做大拇指观测法的方法，就是比出一个大拇指之后手臂往前伸直，那你的大拇指呢要有办法挡住那个动物。如果挡不住呢，就代表着你离那个动物太近了，你要往后退。那适当距离就是要退到你的大拇指有办法遮住那个动物，然后你的单眼是有没有办法透过你的大拇指看到那个动物的。如果没有办法，就代表你退到一个适当的距离了。好，那再来第2个就是不喂食、不触摸，然后不要惊吓跟不要跟踪。妥善保管你的食物跟垃圾，就是避免你的垃圾乱丢，或者是你的食物裸露在外面，避免一些动植物来去做觅食，来去影响到它们的生态。好，在第7个考量其他使用者，包括我们在山路上面很常会遇到其他的山友或者是其他的游客。那如果需要就是汇流的话，就是我需要过，他也需要过，那就是互相一下，就是彼此我们站右边，对方靠右边走，那这样子你让一个空的道路出来给对方。那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人在户外或者是在野外进行活动的时候会想要听音乐。那听音乐的话，就是也尽量用耳机来去代替喇叭跟音响。那展现友好风度，就是如果面对他人打招呼的时候，也给予回应，要有一个友好的一个氛围这样子。好，那我这次的分享会主要着重在说我怎么把我的这些准则跟一些课程融入在户外跟野外的活动当中。那这边有些照片可以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主要是有参加过几个协办的训练，包括 trainer 的资格，那现在叫做 L1， 那包括小克罗、合欢山、里山土等等的，都有做过一些L1 的训练跟工作坊。
那这是工作坊的部分，就是透过讲解一些 LNT 的概念跟简单的知识来去跟大家讲述 LNT 是什么样的概念，跟让更多人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然后希望他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做起，然后他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运用这些准则来去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当然是透过这些分站活动来去让他们理解。好，那这边这边图片有点跑不出来，哦，有了。好，那大家看到右边这张图片是钓熊带的部分，是如果因为我们去野外很难避免就是不带食物，所以如果带食物的话，我们尽量把它挂高，就是会挂熊带的方式。那这个袋子也会需要一些有一些限制，就是它要是密封的，不能让味道飘散出来。那它这个熊袋子一开始是发明于美国，就是吊在树上，避免地上的动物来去碰到。但后来发现，就是熊会爬树，所以熊有机会是可以勾到这个熊带的。所以后来美国国国家公园现在发展出一种东西叫熊罐。那这个罐子呢是一样食物可以放在里面，但是这个罐子呢是只有人类才有办法打开的，所以这个是有经过设计的。好，这是我记得是侠客罗，我们去办了 L1 的训练。那我那时候是当协同教练的部分，那我们主要是透过边走边上课的方式来去进行。那当我们在步道上面有看到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步道上面看到什么样的痕迹，我们就停下来跟大家进行授课。那在课程的最后，我们也会请这些要进行 L1 课程的学员来去跟我们进行一些 presentation， 就他们有个展示，他们要有办法演示出 LNT 的原则到底是怎么样，具体要怎么样去实施跟怎么样去进行。好，对，就像有点像这样的照片，就是我们会边走边上课。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画面，就是有些左边照片是有烧过痕迹，那右边则是有人就是把垃圾放在山屋里面，那其实对当地的不管是观感还是对当地的环境破坏，其实都是很不好的影响。好，那包括左边有这个，应该蛮常在游乐区或者是蛮常在一些森林保护区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很容易在墙壁上面看到谁谁谁到此一游啊等等之类的这种画面。那这个画面呢，左边这个涂鸦，在我今年2月去侠客罗的时候是已经消失了，就是看到好像当地的就是保护员有来去做更新跟重新涂刷一个状况，那这样是蛮好的，对。然后右边则是一样是引火烧过一样的痕迹。那大家看到这个黑色痕迹，其实是已经基本上不太可能复原了。那因为它复原也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如果你真的必须生活的话，就是试着找找看你在附近有没有这种痕迹。那如果没有这种痕迹的话，那尽量把你的火堆给架高，来去避免直接跟地面做接触。好，那这是我们在合欢山办的一个训练。那在高山上面跟浅山或者是中级山等等的又不太一样了，因为高山上面的复原速度又更慢，然后它的氧气稀薄程度又跟平地或者是中级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是采取边健行然后边上课的方式来去进行我们的课程。那我们也会在沿路上面看到一些，比如说宠物啊，或者是有人为了拍完美照而跨越这些草丛，爬到石头上面去拍照。那右边这张照片也是有人带了宠物到了山区里面。那就像我们刚刚有说过的，就是高山上面的地质跟环境其实非常非常脆弱，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避免这种行为出现。好，那这是在里山图办的L1 的训练。那这是我那时候是担任主教练的部分。那我们也是透过2天1夜的方式来去让大家有个移动旅行。那这过程中也必须透过就是必须完全融入 LNT 的准则。那在第2天的时候，每一位学员都必须要有一个 presentation 的出现，就是要向我们这些主教练跟协同教练展示说，你对于这条准则你如何诠释，跟你要如何表现。好，这是我们的一些营地照片。那我们就有示范怎么吊熊带，跟走一些原始林步道，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在过程中有哪些状况会出现。那我们也教了背包打包，跟他们在这次训练中期望做到的事情的讨论等等。好，那在这个画面是我们在一个营地里面做故事的问答，以及跟他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于 LNT 的一些想法。好，那这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应该是第一次参加 LNT 的训练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
L1 的训练，就是 trainer 的训练，那一样是2天1夜，然后那时候在宝山糖厂，那时候就有一些不同的活动设计跟规划。好，那这是我那时候去受 L2 的训练的时候，我跟我父母还有我们教练的合照。那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对。那我讲一下结语，就是无痕山林不是不可变动的法律，它是一种道德准则。那我们一开始有说过，就是它在每个人心中其实是一种道德的衡量标准。那我们不应该过度要求他人遵守，我们先做好我们自己，我们再去观察身边的有哪些环境等着我们去帮忙改变之类的。好，那七大准则也并非一成不变，那会随着环境有所更动。那这是第一部分的简报，那我先到切换另外一个简报，稍等我一下，就是我有另外一个融入的标准，稍等我一下。好，那这是我在今年3月到国中里面去实习的时候，国中里面实习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实习的是童军老师，那我刚好就有把就是无痕山林融入到我的课程当中，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把无痕山林融入到国中的课程当中的。对，然后那时候我的教学对象是7年级，那我就跟前面就先略过。那因为他们就是在我教学之前，他们刚好教到的是司马库斯的垃圾问题，所以我就以此来去当我的引起动机，就是把无痕山林的部分来去做融入。那先给他们看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也没关系，就是之后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影片传给大家，链接传给大家。那这个影片的内容主要是在讲7个原则的一些问题跟 guideline， 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考。那我就会问学生说，你们这种人做了哪些行为，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去引导他们反思，然后正式带入 LNT 的内容。那无痕山林原则刚刚也有讲过，就是有7个原则。那因为在国中里面呢，毕竟对象是7年级的学生，所以他们会把7个原则给简化，那可能就变成不莽撞、不乱走、不要丢。然后准则一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的，那我这边就快速带过，就是问他们说可以做什么，包括天气啊、营地的搭设，然后食物的准备、体能的训练，以及事前的路线勘察与变化之类的，都是我们事前可以做准备的部分。那我这边有带一个小游戏，就让他们列出10项必备，因为10项必备在我们童军也算是蛮常见的一个技能跟认知，所以我那时候也让他们玩了这个游戏。那么后来对答案，包括急救包啊、水、打火机、食物、帐篷、雨具、灯、指北针、保暖衣物、小刀等等之类的。那因为刚好他们课程结束之后，没过多久就要去校外教学了，所以我也借此融入他们校外教学的情境，因为他们要去阳明山校外教学，那我就问他们说，如果是去阳明山校外教学的话，有哪10项必带的东西呢？然后他们就会回答，然后这是我给的一些标准答案，就会跟我们童军可能常见的会不太一样。那包括水壶啊、防晒用品、雨具、小背包、简易点心、卫生纸、湿纸巾、个人药品、环保餐具、垃圾袋、笔记本跟笔等等之类的。好，那准则2部分刚刚有给大家看到，就是会给他们这个部分是给他们做2选1，就是你会选走左边左边这个比较好，还是右边这个比较好？那以此来去跟他们进行一个游戏。那这个部分则是问他们说，如果要搭设帐篷的话，是左边这块地还是右边这块地比较好？那很明显的就是右边这块地，因为它比较少那种天然的植被，那沙地也比较不会有破坏环境的问题。那左边的话，如果你帐篷压上去压太久，那可能就会造成当地的草皮可能会流失，或者是草被压死的状况出现。好，那这一样是搭帐的问题，就是如果现场有现成的露营区的话，就尽量搭在现成露营区上面来去避免有草皮，搭在草皮上面这样。好，那准则3就是我会问学生说，你觉得有哪些算是废弃物？那包括垃圾啊，或者是厨余以及排泄物都算是我们的废弃物。那对于这些废弃物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包括减少一次性的包装，然后不要留下食物残渣，然后分类跟压缩，捡走看到的垃圾全部带下山，以及猫洞是处理排遗的部分，这个部分比较特殊一点。
那我这边有统整一个3要1不要，就是要带走垃圾食物跟卫生纸，然后不要留下的是人为的废弃物。那猫洞的话，这个比较特殊一点，这个在台湾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国外还蛮常见的，就是因为在野外我们可能没有，在野外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厕所，那我们就会用猫洞来去做实行。那猫洞具体要说是要挖多深呢？是因为它要挖到一个差不多一把铲子的深度，差不多20公分左右。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深度？第一个是这个深度比较不会让味道飘散出来。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地方离地面不深，然后也不会到也离最底下也不会太深，就刚好是处于一个土壤里面微生物最丰富的地方，刚好可以让你的海鲜物来去做分解，所以这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深度这样子。好，那时候我给他们玩一个游戏，就是是非题，那就是透过LNT 这个准则的一些问题来去让他们回答。那这些问题应该其实都蛮简单的，就是那时候为了给他们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所以就让他们玩这些游戏。好，那题目部分我就快速跳过。好，那时候也有跟他们看那个新闻的画面，就是有人把吉普车或者是车子之类的直接开上建筑林，然后导致那建筑林直接被压过去，然后或者是直接生火来去破坏环境，然后他们甚至直接把引火的余烬或者是残渣直接倒在营地周遭，这是一个非常不 OK 的行为。那后面就衔接到第2节课，就是让他们去再看一次影片，然后他们去回顾说这影片里面有哪些具体的事情跟行为是符合 LNT 的准则的。那我就把一些例子列出来，比如说事前充分规划准备，包括天气啊，然后训练体力啊，以及你的穿着等等都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准则2的部分是，比如说像这样子一路纵队走，还是分开走会比较好。那还有包括营地的选择，像我们刚刚就出现了沙地跟草地的抉择。那准则3就是适当处理废弃物，包括你的猫洞挖的深度跟浅度大概是多深，然后要多大，然后你的垃圾就尽量自己带走，而不是留在原地，也尽量避免焚烧。好，那我就会问学生说，在准则1、2、3中，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做到什么？比如说准则1的时候，准则1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他们那时候就有回答说，在准则1部分，去学校你会准备些什么？那准则2，那在上学路程中，你可能会经历过不同的路段，那你会怎么走？那路程3，那准则3，那准则3就比较容易一些，准则3比较着重在垃圾方面，那我就会问他们说，在垃圾处理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什么？这样。好，那后面就是4、5、6、7的准则，那一样是课程部分，那我这边就简单带过。那时候准则4，我让他们选择了10张卡片，20张卡片，10张卡片，然后他们要有办法去分类说哪些是自然物，哪些是非自然物。那我那时候有设计了一些桥段，是包括这个比较特别的是日治时代留下的酒瓶。那大家可能会认为说酒瓶可能是当地的垃圾，我们就应该把它带走，但其实只要那个东西在当地存在一段时间了，它就变成是当地的一种文化。比如说花莲的瓦拉米那边就有很多日治时代留下的酒瓶。那因为那酒瓶其实在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游客来看说，可能会觉得它是垃圾，就把它带走或丢掉了，那就会比较可惜一点，这样会导致说后来的游客就没有机会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历史遗迹或历史文物，这样会比较可惜一点点。对，然后这边就有刚刚讲到的，就是涂鸦部分啊，或者是有人直接把林务局的工作站的门拆下来当做柴火烧掉这样子，那其实都对环境是一个非常不 OK 的行为。那我后面有讲到说，就融入自己自身的情境，就是刚好离山图就是还用柴烧热水，那我就会问他们说，你们觉得山上我家的柴是哪里来的？那我就跟他们解释说，可能是台风来的倒木，或者是一些枯枝落叶，而非砍伐来的，所以就是刚好可以一个非常完美融入这个准则跟这个情境的一个题材这样。好，那准则5降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那那时候一样是带一个游戏给他们，就是包括选择题，就是让他们选出哪一个才是最适当的选项。
那这边我一样快速带过。那这边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如何把LNT 的这个部分融入在国中的童军课里面，来去让学生有办法知道说 LNT 的一个准则跟主要的大方向会是什么。那这样一样是2选1，就是会让他们说哪一种生活的方式对环境影响比较小。那应该显而易见就是右边，因为它有架高跟有做个范围的控管。那左边这个就直接在地上，就可能会比较危险，那也会对地面造成比较大的破坏。那再来就是炉具跟烽火台。那如果真的要生火的话，当然是烽火台优先啊。但是如果是从环境伤害来考虑的话，那还是以自备炉具会比较好一点点。好，所以这边就做了一个对比图。好，那刚前面有给大家看过，就是黑色的烧焦的痕迹。好，那准则6就是不惊扰真正的野生动植物。那这边就有一个图片，就是大原则：不干扰、不接触、不喂食，然后食物也不要外露，不跟动物对视，然后保持安全距离。那可能就会有人好奇说要离多远，所以那时候就有让学生们去试试看，说具体需要离多远。但在教室里面很难去实习这个行为，实践这个行为，再加上学校里面的生物也很有限，所以那时候我采取一个方法来去让他们来去有办法实际的来去体验一下到底要保持多远。所以那时候放了2个照片，第一个是这种猕猴，那他们要用大拇指遮住它，然后退到他们觉得适当的距离，有办法遮住它是一个安全距离。那时候测试的是他们差不多退到教室的中后段左右，有办法把这只猴子给完全遮住，那就是一个安全距离。那如果是这种比较大的动物的话，他们会发现说，即使你大拇指伸到最直，然后你退到教室最后面，你也没有办法离它很远，就代表说教室这个距离还是太短了，你跟它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距离当中，不是一个妥当跟安全的距离，就让他们实际体验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好，那这是一个大拇指观测法的一个图片，就是这边有几个示范，就是大拇指比出去之后，手臂要伸直，然后而不是直接放在眼睛前面。好，那准则7不喧哗尊重其他使用者的话，则是那时候有让他们就是看投影片上面的一篇文章，然后我随便抽了5位志愿者出来。那这5位志愿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干扰其他同学来去认真阅读这段文字，他们可以发出声音，或者是发出声响，或者是干扰他们的一些行为，来去避免他们顺利的读完这篇文章。那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你有听到什么声音？你有什么感受？那就是刚好就是符合 LNT 的第7则，就是尊重其他使用者。那刚刚有讲到就是礼让步道跟他人空间，就是如果是上下坡的话，是上坡者优先。那如果是你需要跟对方汇流的时候呢，一样就是我们尽量靠山壁那边来去做避让其他人有办法先通过为主。那在音乐部分呢，则是降低音量，然后尊重当下那个宁静的氛围，也避免去打扰到其他的野生动物。好，那这边就是一个小结语，就是户外是大家共享空间，就是互相尊重才能有最舒适的空间跟感受。那我后面这边有给学生就是看一下，就是这张图片里面有哪些是违反 LNT 行为的，那希望他们能尽可能的说出来，那能越说越多越好，这样。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去检视他们有没有办法理解 LNT 的准则跟行为有哪些。那后面就是一个收束，就是让他们观看影片。好，那最后面就是自然是我们大家的，就是需要你我共同的去守护这个环境。那就像我刚前面有在提到过的，就是虽然说它不是一个法律，没有强制性，但是如果越来越多人忽视了我们需要注意的环境，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保护的地方的话，那这个环境只会越来越糟糕。那后续的游客或者是其他的伙伴就没有办法再去观察到或者是欣赏到这样的环境。好，那我后面补充一下关于课程改制的部分，因为在这几年 LNT 有做了一个蛮大的改变。那以前我们常听到什么 trainer 啊，或者是 master 之类的，那现在变成说
trainer 变成 level one， 就是 L1。那master 的话就是 master educator， 就是我们所谓以前的高阶讲师变成 L2， 就是 level two。那以前在 LNT 的训练方面 ，level one 也就是 trainer 可能比较没有硬性的年龄限制，但现在开始已经有，就是最低就是18岁，18岁才能来去进行 level one 的课程的修习这样。那如果你想要在上到level one 之前呢，你可以先去上 skill course， 就是技能工作坊或者是 workshop 工作坊等等之类的方式。那工作坊的话，会建议是3到4个小时，那也是会有奖状的，所以也是会有证书跟奖状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说我可能参加了一个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拿到之类的。然后 L2 的话。L2 因为毕竟是高阶讲师，以前可能会比较硬性要求说你一定要通过 L1 才能去上 L2， 但现在的规则是center 那边也就是 LT center 那边比较没有硬性规定说你一定要通过 L1 才有办法到 L2， 你是可以直接上 L2 的，但是他们会建议你先去上完 L1， 让你有比较多的知能跟比较多的观念之后才来上 L2， 会有比较更完整的体验这样子。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我的分享，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君妍，今天就是非常完整的讯息来分享给大家。好，等一下，那我们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直接来就是让大家好，我们先一样，就先来合影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合影完了之后，就是开放君妍20分钟，好不好？我们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 Q&A， 你时间 OK 吗？可以，没问题。好的，好，那大家我们就先开个镜头。好，要开镜头的伙伴都开了吗？我们拍照哦。好，预备，3、2、1。好的，那我们这时间点我们来开放，让大家进行提问。关于刚才君妍所提的这边，那他也还蛮多他个人就是曾经教学上运用过的一些范例做分享嘛哈。那我相信其实大家就是也蛮常在户外做活动，就是在进行关于就是刚才君妍所提到的这些项目里头，个人在执行上有没有曾经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来做提问。好的。我看到聊天室里面有团长问说，好，请问哪一个单位可以去上 L1？ 那这部分，我记得台湾现在其实蛮多单位跟童军团，只要是有资格的团长或者是有资格的单位都可以来去开设，所以可以关注一下台湾各个团有没有开设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训练。那我自己的母团也有开设过，我记得好像是2次 L1 的训练，对。那如果之后有需要这个资讯的话，我可以请就是我的母团的团长来去帮忙关注的是发给大家这样。园林佛光童军团夏真，我也在专注在 LNT 的资讯，但是我关注了1年哦，1年。台湾林业自然保育署那边原本都有开放，现在都没再开放了，而我想说，我住中部，然后我关注在桃园、台南或者是南投，那目前也都没有。好像近几年来，关于 LNT 这方面无痕山林的课程 L1 也都很少了。是，我想课程部分会变少的，因为LNT 现在刚好面临一个改制的部分。所以，在申请证书方面也会变得比较困难跟比较繁琐，所以越来越少单位也会愿意公开来去开设课程。那这部分我也还在研究，说到就是申请跟开设课程需要哪些程序跟标准。那这部分我还在研究当中。那如果后续有答案的话，可以再为团长做解答。那目前的话，就是因为台湾目前只有就是 LNT， 就是你有 Level 2的人有办法开设课程，所以
这部分我也还在询问跟关注当中。对，谢谢您。不会。好，谢谢雅珍哦。刚刚看到一个留言的部分，这个，好的，就是 MEL2，ME 是指的是什么？ME 就是我们以前的L2 的旧称，就是 Master Educator， 就是我们会简称为 ME。那现在改制后，它就称为 Level 2，就是 L2 的部分这样。好的，谢谢。好，那下一位。君燕，我提问，利用空档提问一下，就是关于刚刚讲到，就是说，好，我们童军最常用的，或者说一般民众也最常用，就是说，在外面生火。那刚才其实，在你的举例里头，我看到还蛮多，就是那一种，就是还没有烧完，然后就那个就是留在那边，就是一些黑炭，这个部分是对环境是有害的嘛，对不对？那我在想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好，要去跟地面去做隔离。那我们也曾经比如说在营队里头，那我们是得用砖块的部分直接就是跟地面好做一个隔离。那不太晓得说，如果说像这样子有做砖块的隔离，它就要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好，或者是说要怎样的一个架设，它才叫做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呢？如果是你有现成的砖块或者是有现成的火盆的话，当然会是最理想的状态。那基本上你有砖块跟火盆有垫高，其实会建议至少20公分，20到25公分。那如果你有火盆的话，当然会最好，就是在砖块上面再放一个火盆。那你要生火的话，直接在火盆里面来去做生火。这样你之后要在处理余烬或者是处理灰烬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一些。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可以来去做收集那些余烬跟灰烬，那在处理上面就比较不会那么麻烦，就可以整锅这样子倒到垃圾袋里面，然后整包带走。那如果是你要直接在地面上生活的话，真的非不得已必须在地面上生活的话，就是如果是国外的做法，他们会堆一个土堆，会建造一个土堆，那高度也会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大概20到25公分左右。对，那这是2种比较理想的方式。对，以上。好，那一个衍生的话题就是说，我相信啦哈，其实大家应该会很乐意配合。不过为什么还是会看到那么多的就是黑色的碳的存在？好，那也就是说，以目前我不太晓得说，像你们这比较专注在这一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师，你们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就是经验的分享来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如何就是我想其实这个部分应该就是说是时间上的关系，好，所以其实大家就没办法去等到那么久。好，那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已经起了那个一堆火在那边了，那我们打算要离开了，要结束了，那怎样用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让那一些灰烬可以缩短时间的方式，直接就是达到我们就是要去配合的这个部分。如果真的烧不完的话，就还是一样用就是打水冷清的灭迹方式来去做处理，但是就是因为会留下余烬跟黑色的木炭的部分，所以一样还是以全部带走为原则，就是不要留黑色的碳在原地，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对，那就是避免留下难处理或是难分解的东西在当地或者是原生环境，那还是尽量以就是无痕把它全部带走的方式来去做处理，这样。对。OK， 好的，好，那各位伙伴还有谁要提问呢？举手。我好，来哦。郑老师好。团长好。那个，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台北市，那台北市你要如何避开有电线、有水管？要怎么去避开？电线跟水管，团长的意思是指？比如说我们要生引火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地方有没有水管，我不知道这地方有没有电线。是，那就跟刚刚我提到的一样，就是会以架高的方式来去做处理。我们可以自己带，如果是童军活动的话，火盆，对，火盆就是大型的那种火盆，那就直接在上面架引火是没问题的。如果高度够高的话，是不会影响到地面的。然后再来第二个方式是就是焚火台，
可能有比较小型的那种焚火台，也是一种方式。对，那这是2种比较理想也比较 OK 的生火的一种形态，这样。对。OK。对，就是尽量避免直接在地面上生火啊。就是如果真的要生火的话，就可以用火盆或者是架高的方式来去做处理。好的，收到，谢谢。不会，谢谢团长。好，谢谢小芬提问。好，我们接下来举手，换谁？好哦，德宏团长来，请说。那我请问一下，能不能使用火盆在没有地上用防火布再加石头，再放火盆这样子嘞？团长是说先铺防火布，然后再架高这样吗？没有加那个没有碎石，就是那种在地的碎石加在没有那个火盆的底下，就是稍微就是没有用的很高，因为那个砖块说实在的，有时候在野外要找也很难啦，或者大型石头有时候不好找。是因为我刚好近期去办营队，有遇到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有事先铺，我们那时候做法是一样，是事先铺防火布，然后就是现场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就尽量把火盆给架高。那当然可能没办法架到20到25公分那么高，但就是尽量，就是因为这边毕竟不是一个就是硬性死的东西，就是它还是可以灵活变化，就是我们尽量做到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部分，这样就是以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部分来去做实行跟达成。那我们那时候的做法一样是先铺防火布，然后再把火盆架高。那之所以在防火布上面还要再架高，原因是因为防火布毕竟不是一个绝对保证，就是虽然说它有办法有效隔开地面跟草皮之类的这种隔开，但是如果温度太高的话，防火布还是可能会有融化，或者是会有因为温度的关系而直接影响到透过防火布影响到地面的一种风险出现。对，然后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没有，就是说所剩的那种灰烬，那余烬啊，如果有比较多，但是要整个带走又有点麻烦，那能就一部分使用掩埋的方式，这样子没有将它掩埋起来。掩埋的话，我是比较不建议，因为第一个，如果埋的深度不够深，应该说不是埋的够不够深的问题，应该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难以分解了，所以即使把它埋起来，它也不会消失，它可能会永远在那边。那因为我那时候去办营队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余烬非常非常大量，就是一个大火盆里面有就是一大块的，就是也不是一大块，就是一大堆的余烬需要处理。那因为那时候我们营期需要，所以我们就是利用水要去把它泼洗的方式，那就造成了很大量的黑色的那种木炭余烬。那时候我们处理方式是连同水，就里面的水一起，就是分装成不同的垃圾袋，就是分装成好几袋，然后把它带下山带走，这样就是尽量还是避免把它埋起来的方式。对，好，谢谢。不会，谢谢团长。下一位看一下，引火尽量烧成灰烬。我想其实现在目前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尽量烧成灰烬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是在想到这个，才会去提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加速，就是让大家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那我们依然是有办法快速的去把就是剩下的部分给燃烧掉。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后续的议题就是待克服的部分。好，那我们下一位来，有谁要来做提问的？OK， 好。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就像有团长在那个聊天室里面讲的，就是事前的那个引火柴选择就很重要。就是如果你选择那种需要烧很久才能烧成灰烬的木头的话，那可能就会有很大量的余烬产生。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些烧得很快，然后又不会维持太久，然后灰烬量少的一些木头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理想一点点。对，那因为毕竟在童军活动中，我们很难让就是引火就是完全烧到只剩下灰，那所以很多
大部分都会使用灭迹的方式来去做处理。对，那如果没办法在事前就决定柴的来源或者是来的选择的话，那在会产生大量余烬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量以带走为最大原则。对，以上补充。好，谢谢金源补充。好，我们下位，有谁要提问呢？3、2、1。好哦，没有人提问，那我们就是大家后续有什么就是想要提问的部分的话，我们再来那个就是在留言给费学院这边好了，我们就是再来向君妍这边做请教，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其实君妍时间很忙哈，今天就是在上线之前他也自己也没什么休息哈。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谢谢君妍，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不好？那大家就周末愉快，接下来隔天哈，好哦，君妍谢谢你。日本是接下来要过去嘛哈？这几天。对 OK 好。对，7月27号要出发去参加他们的大陆营。很快727，好，祝你顺利，收谢谢团长。获满满。好的，所以你这次在那边你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是 ISP。是哪？就是国际服务队。目前日方那边还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工作分配，所以我们还不确定。OK，可能要日期再近一点才会知道。好的，2期哈，好的。同居人就是很容易很快的，就是指派什么分配什么，就是有办法上线这样子。好的，那好，后续可以做分享吗？好，雅玲指的是什么呢？哦，你是指的是那个去日本的这件事情吗？君妍，这个算是在许愿。回来的话应该有机会可以。好，那我们就是这边再来跟君妍这边敲他合适的时间。好，君妍是他太多的一些事物，那我们这边也很期待他在百忙中可以就是再拨一些空给我们哈。好，那我们谢谢君妍，我们再保持联络。那我们谢谢大家，就是一样，我们的纪录片一样会就是再分享给大家。好，那谢谢君妍，谢谢大家。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